维护联邦统治的超级打手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和凯撒利亚设定解析，重装先锋与天空驼兽的绝妙组合，机动战士高达，闪光的哈萨维设定和剧情解说。机体型号 FD0300，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，是联邦军于 UC0105年批量装备的量产型机动战士。该型机动战士其中一个显著特点，那就是机体的体积十分庞大，其整体高度就达到了22米。特别是机体的腿部比其他机动战士要更加粗壮，腿部包裹的一层厚重装甲，让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的整体造型较联邦军之前服役的机动战士产生了比较大的区别。尽管从外观上看过去显得机体比较肥胖，但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在机动能力方面的表现并不缓慢，其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动作仍跟18米高的机动战士一样的灵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的早期型号早在 UC0096年时就已在联邦军中部署，跟早期的古斯塔夫·卡尔13型相比，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在骨架等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，使得两者之间的外形产生了比较大的差异，因此将改动后的古斯塔夫·卡尔赋予了00型号进行区分，包括头部的造型也有一些细微变化。这个变化是由原来的2门近防火神炮减少为1门，所以火力输出跟原来相比会有所下降，但对敌方机动战士仍能够发挥出火力牵制的作用。至于头部的造型则继续沿用原来的设计，其额头位置安装的还是非对称的 V 型天线，并且队长机型和非队长机型的天线还存在有差异化的情况。而在使用的武器方面，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仍是继续沿用当前联邦军的制式装备，这其中就使用了跟捷钢同款的光束步枪，该枪各方面的性能表现已经达到成熟稳定的状态，非常适合用于机动战士之间的战斗。同时还准备了一把火箭筒提供选用，以便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提升对敌火力打击能力的需要。跟之前机动战士使用过的火箭筒相比，这一型火箭筒在前部多了一个备用弹匣，使得装弹量就达到了12发，这数量就比以前的火箭筒多出了不少。而除了手持的武器之外，在左手臂上还装有榴弹发射器，可发射多种类型的弹药，用于应对不同作战情况，所发挥的作用就跟捷钢腰间携带的手榴弹一样。而近战方面，所配备的武器是2把光束军刀，其收纳位置就放在了机体侧边的裙甲内。当要与敌方展开接近战时，这个地方就会打开露出光束军刀，方便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握起光束军刀展开接近战。剩下的装备便是可用于防御敌方攻击的盾牌，该盾牌没有以手持的方式携带，而是在后背通过支架这一方式进行连接，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左手手臂上榴弹发射器的使用。同时在右肩位置设了个武器挂架，以便收纳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手持的武器，从而增加可携带武器的数量来提升战斗力。不过装备这些武器的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与当前还在服役的机动战士战斗并不会带来优势，但在与反联邦组织马夫地的作战中，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作为主力机型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而这其中驻守在太平洋达沃地区的联邦军金伯利部队所装备的30架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，就与马夫地的主力机型梅萨展开了多次战斗，一度在马夫地发起解救哈萨维的这场行动中，就跟加乌曼诺比尔驾驶的梅萨发生了激烈的战斗。尽管联邦军放开了避免攻击市区的限制，没有让对方通过背靠城市与联邦军展开周旋的意图得逞，然后在高达佩涅罗佩的强力支援之下，成功将加乌曼诺比尔逼入了绝境，很快就击中了梅萨的推进器，使其坠落到了地面。就这样在地面上展开近战，经过多次交手之后，联邦军成功击破了马夫蒂加乌曼诺比尔驾驶的梅萨，并由此抓获了这架梅萨的驾驶员加乌曼诺比尔，让马夫蒂发起的这场行动遭到了失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马夫蒂梅萨所搭乘的 SFS 加尔松棕，联邦军也有对应的装备提供给古斯塔夫·卡尔00型使用，而这个 SFS 装备便是型号为 BJK232 的凯撒利亚，其在机动性能方面的表现与马夫蒂使用的加尔松棕基本相同，无论是悬停还是高速航行，凯撒利亚均能灵活变化进行机动，所以凯撒利亚的起落架只要能支撑机体的稳定即可，不用像大型运输机的轮式起落架那样用于滑行降落。而位于机首的驾驶舱，其机组人员也是跟加尔松棕一样的3人配置，但是机组人员的座位布局则有所不同。可以看到驾驶舱内采用的是纵向复式布局方式，而在运载能力方面也具有跟加尔松棕一样的运输能力，可搭载的机动战士数量同样也是2架。
但与加尔松宗的前后布局不同，凯撒利亚则是左右的搭乘布局，同时还内置有扶手，以便机动战士坐稳凯撒利亚。这样，机动战士在搭乘凯撒利亚时就能保持稳定，防止航行途中遭遇到突发情况时，机动战士被甩出去。而投放机动战士的方式也与加尔松宗不同。当凯撒利亚抵达目标区域进行投放时，其投放过程就像是碗那样被翻了过来，由此将机动战士倒出后完成投放操作。可见凯撒利亚在调整姿态方面的能力是十分的优秀，并且凯撒利亚还设置了成员舱，最多可容纳13名人员用于进行人员运输，相应的还配套了厨房和储物舱，以便更好的支持凯撒利亚长距离运输的需要，包括其他物资使用凯撒利亚来运输也能满足。为此，在凯撒利亚上专门设置了大型舱门，以便物资快速进入到凯撒利亚的内部，而人员使用的还有专门的升降梯，以便需要搭乘的人员快速进入到成员舱内部。由此可见，凯撒利亚在运输方面的能力是相当的强大。额外的还在凯撒利亚底下装有探照灯，不但用来辅助凯撒利亚在野外进行夜间降落，还能用于辅助执行搜索任务。而除了运输功能之外，凯撒利亚还自带有武装，不但能用于自卫保障自身安全，还能主动参与战斗，为古斯塔夫卡尔00型提供火力支援。这其中在机腹位置就内置了2门大威力的光束加农炮，可在较远的距离范围给予敌方机动战士致命打击。同时，这2门光束加农炮的炮口有一定的俯角和转向，所以凯撒利亚也能作为攻击机对地面目标给予火力打击。除此之外，凯撒利亚两侧还装有多管导弹发射装置，每座导弹发射装置共有33个发射管，每根发射管可发射6枚导弹，总计下来，一座多管导弹发射装置就装有多达198枚的导弹，并且该多管导弹发射装置备有多种类型的弹药，从而满足不同的对敌火力打击需求。这对于打击敌方大范围的目标极为有利，可见凯撒利亚所配备的火力是极其的强大。尽管拥有如此强大的攻击能力，凯撒利亚在战斗中展现自身强大攻击能力的场面并不多见，更多时候还是作为运输工具承担运输职责。比如在马夫蒂袭击酒店事件结束之后，凯奈斯·斯雷格就安排了一架凯撒利亚，将哈萨维和琪琪·安达路西亚2人护送到了联邦军的基地。而到了后来，在哈萨维前往高空接收新型机时，凯奈斯·斯雷格还组织了3架凯撒利亚对其展开了作战行动，也就是3架搭载有古斯塔夫卡尔00型的凯撒利亚，与佩涅罗佩共同对哈萨维驾驶的新型机展开战斗。虽然在战斗一开始没多久，这3架凯撒利亚就率先完成投放并开始撤离，但哈萨维为了切断凯撒利亚继续支援佩涅罗佩，主动抓住机会将这些凯撒利亚全部击毁，迫使剩余的古斯塔夫卡尔00型选择了撤退。就这样，哈萨维创造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战斗局面，从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得以击败佩涅罗佩，并在战斗过程中救回了之前被俘的加乌曼诺比尔。于是凯奈斯·斯雷格组织的这场行动就这样遭到了彻底的失败。